你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共读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野生兰花》。万华龙山寺附近，看到几位山地青年在卖兰花。他们的兰花不像一般花市种在花盆里的那么娇贵，而是随意用干草捆扎，一束束躺在地上。有位青年告诉我，这是他们昨日在东部的山谷中采来的兰花，有许多是冒着生命危险采自断崖与石壁。虽然采来很不容易，价钱还是很便宜的啦，青年说。可是这从山里采来的兰花要怎么种呢？我看到地上的兰草有些干萎，忍不住这样问。没关系的啦，随便找个盆子种都会活。我们在山里随便拿个宝特汽水瓶种都会活的呢。旁边一位眼睛巨大、黑白分明的青年插嘴道：对了，山上的兰花长在深谷里、大石边、巨树上，随便长随便活呢。原先的青年说。山地人说国语的声调清扬，真是好听，尤其是说随便随便的时候。我买了一束兰花回来，一共有5株，不管3、7、21，把它们种在阳台的空盆里。奇迹似的，它们真的就那样活起来。这倒使我思考到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。从前一直以为兰花是天生的娇贵，它要用特别的盆子，要小心翼翼地照顾，价钱还十分的高昂。因此平常人家种盆栽很少想到养兰花。现在知道兰花原来是深山中生长的花草，心中反倒有一些怅然。我们对兰花娇贵的认知，何尝不是一种知识的执着呢？看着自己种植的野生兰花，使我想起自己非常喜爱的书画家郑板桥。郑板桥在画史上以画兰竹驰名，他性格耿介，与扬州八怪同时是清朝艺术史上的明星。他有一次看见自己种在盆中的兰花长得很憔悴，有丝龟之色，就打破花盆，把兰花种在太湖石边。第2年，兰花发见数十挺，果然长得十分茂盛，花开得比从前更多，香味比往昔坚厚。他不禁题诗道：兰花本是山中草，还向山中种此花。尘世纷纷直盆盎，不如留于半烟霞。直到我种了野生的兰花，才稍稍体会了板桥写此诗的心情。他这是用来自况，不愿意在山东当7品官，希望回到自己家乡与烟霞为伴。郑板桥留下许多兰画，他的兰花与一般画家所画不同，他常把兰花与荆棘画在一起，认为荆棘也是一样的美，用以象征君子与小人杂处的感叹。晚年的时候，他爱画破盆的兰花，有一幅画他这样题着：春雨春风喜妙言，一词穷导到人间。而今究竟无知己，打破乌盆更入山。用来表白心中渴望辞去官职，追求自由的志向，但也说明了兰花本身的遭遇。从穷岛来到人间的兰花，虽种在悉心照顾的盆中，却失去了山中的许多知己呀。一个人本来自然活在世间，没有什么欲望，但当他过惯了娇贵的生活，就如同生在盆里的兰花，会失去很多自由，
失去很多知己。所以人宁可像野生的兰花，活在巨石之缝、高山之顶、幽谷深处与烟霞作伴，这是自由与自在的追求。正如郑板桥最流行的一幅字所说：难得糊涂，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招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我最喜欢郑板桥写给儿子的4首儿歌。2月卖新丝，5月跳新鼓，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耕苗日正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响，粒粒皆辛苦。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，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9981，穷汉受罪毙，才得放脚眠，蚊虫隔早出。这歌中充满了大悲与大爱，真如深谷中幽兰的芳香。无怪乎当他被妇人背葛离开违县令的任所时，百姓跪在道旁，流着眼泪送他辞官归里。郑板桥终于回到家乡，像一株盆中的兰花回到山林。他晚年的书画为中国写下了光灿灿的一页。我不是很喜欢兰花，因为感觉到它已沦为富者的玩物。但一想到山间林野的兰花丛时，就格外感知了为什么古来中国文人常把兰花当成知己的缘由。名士与名兰往往会沦为官富人家筹作的玩物，尽管性格高旷，玉洁冰清，也只能在盆里吐放香气。这样想起来，就觉得有无限的悲情。从山地青年手里买来的野生兰花，几个月后终于枯萎了。一直到今天，我还不确知原因，却仿佛听见了板桥先生的足声，从很远的地方走近，又走远了。感谢您一起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，我是环佩叮当，咱们下期继续。